重磅突发新闻，将以重大方式影响市场。关于美国贸易协议的最新消息，川普总统表示，与欧盟的谈判陷入僵局，现在正考虑采取行动。大约1个小时前，他说：“我们与他们的讨论毫无进展，因此我建议从2025年6月1日开始，对欧盟征收50%的统一关税。距离现在大约还有9天。如果产品是在美国制造的，则不征收关税。”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芬特在这里独家接受采访。部长，早上好，感谢您今天能来，这是非常繁忙的一天。早上好，您前几天刚在加拿大与7国集团和欧盟的成员会面，我想了解一下情况。关于针对欧盟的这一举措，是不是因为在加拿大的对话非常糟糕，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？在加拿大的对话进行得很顺利。问题在于对话之前的准备阶段，4月2日关税的90天暂停期是基于相关国家或贸易集团真诚地与我们进行谈判。我认为总统认为欧盟的提议与我们其他重要贸易伙伴的提议相比，质量有所欠缺。我曾说过，我们有18项重要的贸易协议需要达成，我主要负责亚洲地区的事务。该地区的提案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进展，他们正在以诚意进行谈判。我们已经和英国签署了一项协议，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协议达成，所以我认为这只是对欧盟进度的回应。稍后我再回到这个问题。我刚才提到，距离6月1号还有9天，这9天内还有谈判的机会吗？我不会在电视上谈判，但我希望这能给欧盟敲响警钟。因为比尔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欧盟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，它由27个国家组成，但他们由布鲁塞尔的一个机构代表。所以我得到的一些反馈是，一些成员国甚至不知道欧盟正在代表他们谈判什么内容。关于苹果公司也有更多新闻是吧？好的，在真相社媒上，川普总统1小时前发帖说，我早就告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·库克，我希望他们的手机应用软件能在美国制造和生产，而不是在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苹果公司必须向美国支付至少25%的关税。所以我们在大约10分钟内受到了2次关税威胁。据我所知，蒂姆·库克本周在白宫那次谈话进行得不顺利吗？关于苹果公司也有更多新闻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再重复一遍，我没有参与那次谈话。这周我也见了库克，所以你知道总统正试图将精密制造业带回美国，而且你知道，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这种外部生产，尤其是在半导体方面。苹果的大部分组件都与半导体相关，所以我们希望苹果能帮助我们使半导体供应链更加安全。上周在沙特阿拉伯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总统公开点名批评蒂姆·库克没有到场。要知道，高科技公司转移生产设施是需要时间的。对苹果公司来说，什么是现实可行的呢？我不太了解各公司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还得再看看。但我认为，在新冠病毒期间，当中国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时，苹果公司就开始将很大一部分供应链移出中国。好的，我们看看事态如何发展，或许会收到来自蒂姆·库克的回应，也许今天就能收到关于在众议院通过的那项宏大而重要的法案。法案仅以1票的优势通过，一些人认为现在才是最困难的部分。下面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恩·约翰逊，他将介绍参议院方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就目前这个状态时，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而且众议院的辩论甚至没有提到我们应该考虑的数字、时间表。总统说他希望尽快通过法案，你是否担心？如果参议院不通过，他会感到不满。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高不高兴，我关心的是我的子孙后代，以及我们正在掠夺他们未来的事实。很明显，这将会是一场硬仗。总统能接受参议院修改多少内容？我们会拭目以待。众议院已经就他们的法案研究了1年。我知道在图恩议员的带领下，
参议院会立即开始处理此事，而且我预计不会有太大的改动。我尊重参议员约翰逊的立场，也就是我们确实需要理顺财政，这需要控制支出的同时发展经济。我们并非是在一夜之间陷入这种财政困境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我支持参议员约翰逊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注意时机。你刚才提到了经济增长，这项法案会增加数万亿美元的债务。本届政府如何接受这一点？再次说明一下，你指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分吧？那是10年期的评分，而且是华盛顿特区风格的评分方式。所以我们认为，我们既能发展经济，又能控制债务。重要的是，比尔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过债务增长速度。因此，我想告诉观众们关注我所关注的，也是上届财长耶伦所关注的，那就是债务总额与 GDP 的比率是多少。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来摆脱困境。如果我们改变国家和经济的增长轨迹，我们就能稳定财政状况，并通过发展摆脱困境。关于您提到的关税问题，您在加拿大进行了很多讨论，日本也参与其中。您多次提到日本。如果日本不是下一个达成协议的国家，那会是哪一个呢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我们和印度的谈判进展很快，他们很早就加入了。许多亚洲国家达成了非常好的协议。你知道，我们有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。我想说，除欧盟外，大多数都在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进行谈判。你觉得谁会是下一个？这个我们还得再看看。今年夏天能搞定吗？还是会拖到秋天？如果拖到秋天，那会是2026年。才能达成一个可以公开宣布的协议吗？和欧盟吗？跟欧盟点，跟任何人，你随便选。不用。你看，这些交易进展很快。我认为随着90天期限的临近，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交易被公布。那是7月份，对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就是90天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保持期待。关于政府效率部，你昨天宣布萨姆科基斯将作为新的信息官留在财政部。这件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2个月前你在 X 平台上发了这个帖文：美国国税局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落后计划30年，超出预算150亿美元，并且依赖过时的技术。我们正在努力使其更有效率。当你想到这是从3月21日开始的进展时，会觉得这太令人震惊了。那么美国国税局还需要多久才能进入2025年的技术水平呢？我们得先让他们进入21世纪，因为这个现代化项目我相信在萨姆出生之前就开始了。我相信这个项目是1990年启动的，我估计已经花费了大约480亿美元，而且还在用我们上大学时的编程语言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总统任期结束前完成这项工作，并且在此过程中做出实质性的改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从支付量来看，美国国税局的支付量和一个中等规模的美国银行差不多，但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银行用10%的人力和10%的成本就能做到。所以在国税局，我的工作重点是税款征收、隐私保护和客户服务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做的 IT 技术升级能在这3方面都有所提升。所以重点是电政府效率部虽然不再是新闻头条，但并不等于它消失了，对吗？比尔，关键在于政府效率部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我致力于不让官僚主义过多地拖慢它的进度。伊隆·马斯克是这一代最杰出的商人之一，他启动了这个项目，或者说启动了这个降低成本的计划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回顾约翰逊参议员的观点，我们需要控制成本，但更需要控制政府效率。我们需要让政府更好地为美国人民服务，
在财政部，我们致力于通过美国国税局来实现这一点。好，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。我还有大约30秒。明年将停止生产1美分硬币。您说过10分硬币仍然有利可图，这个评论让我印象深刻，但5分硬币不是。您会逐步淘汰5分硬币吗？我认为我们可以改造5分硬币，改变合金的成分，这样1枚硬币的成本就是5美分了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制造1枚1美分硬币的成本是3.6美分，即使在华盛顿的算法里，这也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明白，谢谢您。现在距离华尔街开盘还有2分钟，很高兴见到您。期货交易目前表现偏向负面，我们看看最终结果如何。谢谢，我们保持联络。谢谢，谢谢您，台长贝森特。